哎，喂，哎，你好。你好。那个，我是刚打电话的，都半个多小时了，什么时候来修水管啊？尽快吧，我派人了。哎，给我个具体的时间呗。啊？我尽快。这么快？来了，来，麻烦。你怎么来了？你这是？实在不行，还是等吴爷来吧。歇会儿吧。好了，来，你试验，开下水龙头。什么？哎，滚！来，把那个胶带给我。这胶带，纸巾擦一下。要多长？没事，我自己来就行。哦，好，辛苦了啊。没事。哎，好了。真的好了。你出来点，我小心我要开水了。哎，没问题吧？谢谢啊，谢谢啊。小事一桩。哎呦，你赶紧洗一下吧，洗一下。我的也都洗完了。那你擦一下。行。我给你泡了热茶，赶紧出来，先喝点热茶啊。你先坐会儿啊。哎。喝点热的。谢谢。来，谢谢啊。客气什么？你说你这搬出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啊？我要不是问你助理啊，我真不知道。况且你还有你姐，还有我这个老乡加同学，有什么事儿可以说出来，好歹我们能帮你出出主意啊。你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那我这都是小事儿，我自己能办。而且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轨道，也不能什么事儿都麻烦你们吧。你就总是这么客气。你工作找的怎么样？顺利吗？我还没开始找呢。是，现在工作确实难找。那你也不用这么焦虑啊，正好趁着这段时间好好放松一下，调整调整。回头有时间我跟你姐过来给你做顿家常菜吧。你每天这么方便面、速冻饺子的，对身体不好。你这医院都已经够多的事儿了，平时还要照顾乔林。你放心吧，不用担心，我真的什么事儿都能做，真的。许岩，其实我今天来呢，我是想一鸣，我知道你之前喜欢我，但是我在心里就是把你当成老乡和同学，没有别的意思啊。这次你真误会了。是，我之前是喜欢你，也跟你表过白，但我把那当做18岁最单纯、最美好的回忆。况且也过了这么久了，我已经放下了。你跟你老公不管发生什么事儿，只要有困难，我来帮助你，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像我今天过来，就是想看看你，所以你别有心理负担。以后只要有事儿，跟我和你姐说，那都是一样的。毕竟我跟你姐啊，乔林其实挺好的。好好表现啊。啊，那个我把衣服吹干了，我就先回去。那个吹风机在洗手间。就在这时，门铃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许岩快步走到门前，打开门的瞬间，他愣住了。门外站着的竟然是沈浩明。原来沈浩明此次前来是特意送离婚协议书的。
许岩的心情瞬间变得复杂起来。结果协议书的他正欲关上门，平复一下内心的波澜，沈浩明却突然伸手拦住了他。他表示希望与许岩亲自核对离婚协议上的每一条款项，确保双方都没有异议。许岩无奈只得让他进了屋。沈浩明刚坐下不久，吹干衣服的于一鸣也恰好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三人面面相觑，气氛一时有些尴尬。在于一鸣和沈浩明相互介绍彼此的身份后，于一鸣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匆匆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这个略显压抑的空间，给许岩和沈浩明留下了单独交流的机会。沈浩明重新将话题拉回到离婚协议上，他指出协议中有一条要求许岩以后未经许可，不得对外公布与沈家相关的任何消息，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给沈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许岩听后认为自己一直以来都行事谨慎，从未有过任何不妥之处。我知道这个于一鸣是你姐的男朋友。其实你不该做生意的，你应该去当间谍。只是善意的提醒。我也提醒你，明天就是8号，民政局见。随后第二天，两人一同前往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然而到了民政局后，他们却被告知现在离婚有冷静期，需要1个月之后二人再次前来办理，才能正式完成离婚。这个消息让两人都感到有些无奈，但也只能接受现实，各自回家等待。沈浩明回到家后，发现家中气氛异常压抑。弟弟沈浩晨因为吃不到许岩做的菜而闷闷不乐，他认为是沈浩明惹许岩生气了，才导致他离家不归。沈浩晨一气之下独自回到房间。沈母看着桌子上的鱼，眉头紧锁。他觉得这道菜远没有许岩做的好吃，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失落感。他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看上眼的媳妇，心情愈发糟糕，最终也生气地离开了餐桌。就连沈父看着一家人如今这个样子，也默默地走开了，只留下沈浩明一个人独自坐在餐桌前，面对着满桌的冷菜残羹。他突然意识到，原来许岩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远比他想象中的要重要得多。晚上，沈浩明来到沈浩晨的房间，他看着床上的相册，里面全是许岩陪着沈浩晨一起度过的开心日子。那些照片中的笑容让沈浩明不禁陷入了沉思。他开始意识到，许岩不仅仅是一个妻子，更是这个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第二天，沈浩明来到公司后，便迎来了一场关于他加入董事会的投票。然而投票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一共13人的投票中，反对票和赞成票都是6票，只有沈父还没投票。在众人的目光之下，沈父毅然决定投下了反对票。我反对。7票反对，6票通过。沈浩明无法加入董事会。等到沈浩明跟着父亲来到办公室之后，沈父才说起了真正的原因。原来沈父之前在门外意外地听到了股东们对沈浩明的评价，他们认为沈浩明在英国留学期间私生活混乱，之所以能进入公司，完全是靠父亲的关系，因此他们不想让一个私生活不检点、靠关系上位的人加入董事会。随后沈父又说起了沈浩明在留学期间留下的种种问题，以及因为无法与门当户对的人结婚而引发的家庭矛盾。他甚至指责沈浩明欺骗父母有关许岩家庭的情况，导致现在家庭关系紧张，婚事也未能妥善处理。沈父越说越生气，他对沈浩明的表现感到极度失望。去长安县，把子公司工程延期的那个事情给我搞清楚。不弄清楚就不用回来。脱离沈家的资源庇护后，许岩的求职之路荆棘丛生。曾经在新闻主播岗位上得心应手的他，如今想找一份相关主播工作都困难重重，简历投出去无数，回应却寥寥无几。就在许岩几乎要灰心丧气之时，朋友及时出现，带着他去见了一位老板。这位老板看在朋友的面子上，给了许岩一个当主播的机会。许岩满心欢喜，以为终于迎来了转机。然而当他得知这个主播工作是网络带货主播时，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毕竟这和他以往的新闻主播工作有着很大的差异。试播开始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618舒适家访直播间。舒适家访以全球闻名的实验品牌形象。许岩下意识地用起之前新闻主播的口吻来直播，他试图以专业的形象来吸引观众，可没过多久就被叫停了。原来网络带货主播需要的是更加活泼亲切的风格。为了帮助许岩尽快融入这个行业，老板决定亲自带他感受带货的节奏和氛围。老板在镜头前熟练地介绍产品，气氛十分热烈。许岩在一旁也试着模仿老板的样子开始带货。突破底价，突破底价，有了，来跟我说，来，忘掉播音腔，忘掉播音腔，打开新世界，打
打开新世界。哎，对，保持住个激情。可还没说几句话，他就开始咳嗽起来。老板见状，无奈之下只能让他先回去休息。与此同时，沈浩明也来到了成安县。他此行的目的是查明工程款的事情。当他走进总经理室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有些意外。这个房间十分狭小，他只能睡在后面的隔间里。再看工程资料，乱七八糟的堆积在一起，根本没有进行分类整理。负责人看到沈浩明来了，立刻满脸堆笑的奉承起来，还一个劲儿的拜托他尽快将上面的资金拨下来，好让工程能顺利推进。沈浩明却十分冷静，他明确表示会等到自己查清楚所有事情，处理好一切问题之后，再考虑资金拨付的事情。而那个表面上对沈浩明奉承有加的负责人，在离开之后却露出了另一副嘴脸。那万一他看出点甩手吗？看出什么？你瞅那小子那样，工地上的门门道道他懂吗？我都不懂。他说自己故意安排这样简陋的住宿和办公条件，就是想尽快把沈浩明这个麻烦赶走。在这个看似平常的夜晚，许岩和沈浩明虽然身处不同的地方，却都在为了各自的事业而努力拼搏着。经过一晚上的刻苦学习，许岩信心满满的再次前来试播。他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没想到还是出了问题。由于太过于着急想要表现出色，他的语速过快，促单的语气也过于强烈，这让观众们感觉很不舒服，很容易引起大规模退单的情况。老板只能根据脚本来改变话术，并让许岩先跟着其他有经验的主播一起学习。就这样，许岩开始了自己的吃播之路。在直播中，他不停地吃着各种各样的食物。然而，许岩的吃播直播竟然被在家的姐姐刷到了。姐姐看着许岩在直播间里大口吃东西的样子，又心疼又生气。她通过于一鸣找到了许岩的家中。当她看到许岩因为吃多了而肚子痛、难受的样子时，心里一阵酸楚。姐姐忍不住抱怨起沈浩明一家人，说他们竟然如此无情，一点都不念及许岩对他们家的照顾。可许岩却十分平静。他认为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自己做错了，他当初不应该说谎和沈浩明结婚，现在走到这一步也是自己需要承担的后果。他还坚定地说，等到离婚冷静期结束之后，就会和沈浩明正式离婚。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坦荡，不像之前那样随时害怕被揭穿，轻心胆战的过日子。因为里边全是你。于一鸣缓缓靠近乔林，他的脸越来越近，乔林能感受到他呼出的温热气息，他的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脸颊也泛起了红晕。终于，于一鸣的嘴唇轻轻贴上了乔林的嘴唇，这个吻轻柔而又深情，仿佛包含了他们所有的情感和期待。这个美好的夜晚，月光透过窗户洒在他们身上，他们在拥吻中确定了彼此的关系，所有的犹豫和不确定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自许岩与沈浩明分道扬镳后，两人各自踏上了艰辛的奋斗之路。许岩投身带货主播行业，每日面对形形色色的挑战，从选品策略到直播技巧，从与供应商的周旋到与观众的互动，每一步都凝聚着他的汗水与智慧。而沈浩明则踏上了前往成安县工地的征途，他的任务是深入调查工程延期背后的真相。初到工地，沈浩明便被这里杂乱无章的景象所触动。钢筋随意堆放在露天场地，经受着风吹雨打，表面已开始出现锈迹。显然，这样的存储方式极易导致钢筋氧化，影响工程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沈浩明逐渐与工人们建立了信任。在一次次的闲聊中，他从工人们的口中得知了更多关于工程延期的细节。在建的楼房中，窗户尚未安装，内部材料毫无保护措施，一旦遭遇雨季，后果不堪设想。除了天气因素外，管理上的疏漏、材料的不当存放以及施工标准的缺失，都是导致工程进度受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些问题，沈浩明决定采取行动。他召集了所有工人，首先亮明了自己的身份与来意。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我这次来这儿，主要是调查我们工程延期的问题。随后详细列举了他在工地中发现的种种问题，从钢筋的锈蚀到楼内材料的保护，从施工标准的缺失到管理上的漏洞。沈浩明深知，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工程将无法通过验收，更无法按时交付。于是他果断提出了返工的要求。然而这一决定并未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带头的小包工头首先提出了异议，他声称公司目前资金紧张，无法支付返工所需的费用，要求沈浩明先解决资金问题，工人们才愿意继续工作。同时他还强调自己只是按照公司的要求施工，对于工程质量问题并无直接责任。面对这样的回应，沈浩明并未动摇，他敏锐地察觉到工人们施工质量的低下以及缺乏统一标准的问题。为了激励工人们提高施工质量，沈浩明提出了签署个人合同的想法。他承诺，只要工人们能够按照标准施工，保证工程质量，他将亲自监督工资的发放，确保每个人的劳动都能得到应有的回报。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小包工头的误解。
他认为沈浩明此举意在挖角，试图将他的团队纳入麾下。面对误解，沈浩明耐心解释，他强调自己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同时保障工人们的合法权益。为了打消工人们的顾虑，他还特意准备了一袋子现金，表示每天工作结束后，工人们都可以到办公室领取当天的工资。这一日结工资的承诺瞬间点燃了工人们的热情，他们纷纷表示愿意与沈浩明签署合同，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就在小包工头准备抗议并带领部分人离开时，沈浩明一个电话便叫来了一大批新的工人。在沈浩明的带领下，工地上的各项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起来。回到办公室后，沈浩明并未放松警惕，他向工程负责人询问了工程延期的具体原因。负责人解释说，材料和人工的涨价是导致工程进度受阻的主要原因。然而沈浩明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材料和人工的涨价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在于工程的多次返工，浪费了大量的材料和人力。他还暗示这其中可能存在着不为人知的利益输送。3天，就3天时间，把整个项目初始到现在所有采购的报价、实际支出、员工工资整理一遍给我。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许岩也在为自己的事业奋斗着。他成功申请成为了单独直播间的主播，开始了自己的带货之旅。在一次直播中，陈琳偶然刷到了许岩的直播间，并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沈浩明。于是当沈浩明看到直播间里的许岩正在热情地推销无骨鸡爪时，他的目光被一个疯狂下单的观众所吸引。查看头像后，他发现这个人竟然是沈浩辰，于是一场无声的较量在直播间里悄然展开。沈浩明也加入了疯狂下单的行列，与沈浩辰争起了榜一大哥的位置。然而最终还是沈浩辰更胜一筹，稳稳守住了榜首。这50、70、100的，这好几百单了，能吃完吗？搞批发的？你管他是不是搞批发的呢？这就是他直播间的金主爸爸，妥妥的榜一大哥。许岩从未料到，在直播间里那个疯狂下单、占据榜一大哥之位的温暖的港湾，其真实目的竟是为了与他见上一面。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关注，许岩内心五味杂陈，本打算婉言拒绝这份不期而遇的邀约。然而直播公司的老板却极力劝说许岩把握住这次机会，认为这或许能为他的直播事业带来新的突破。在工作的重压与老板的期许下，许岩最终无奈妥协，接受了与榜一大哥见面的提议。约定的日子如期而至，许岩踏入了一家静谧的咖啡店，心中暗自揣测着即将见面的榜一大哥会是何等模样。他原以为会是一位中年男士，却不料被告知并不是他。正当他四处张望，心中充满疑惑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悄然出现在他的身后。嫂子，竟然是沈浩辰。原来沈浩辰因长久未能见到许岩，心中思念难耐，无奈之下才想出了这个别出心裁的办法。榜一大哥，温暖的港湾。我们老师教我的，家就是温暖的港湾。你们老师说的对。晨晨，直播间里下单的钱哪儿来的？他借助阿姨的手机，以榜一大哥的身份在许岩的直播间疯狂下单，只为能引起他的注意，进而获得一次见面的机会。阿姨得知此事后，出于对许岩的关心与帮助，也欣然同意了这个计划。然而当许岩得知真相后，却并未因此感到开心，反而觉得这份见面方式过于刻意。他执意将下单的钱转给阿姨，并明确表示不希望沈浩辰在任何的直播间下单。面对许岩的坚决，沈浩辰只得坦白，那几百单的无骨鸡爪，他以悉数送往了沈浩明经常捐助的福利院。这份善举让许岩对沈浩辰的印象有所改观。沈浩辰趁机提起，自从许岩离开后，沈浩明一直陷入深深的困苦之中。他看得出哥哥对许岩的思念之情，他恳求许岩能够回家，重新回到沈浩明的身边。然而许岩却只是默默聆听，未做任何回应。沈浩辰也补充道，沈浩明因工作原因出差去了外地，家中只剩下他一人，倍感孤独。还记得我的手机号码吗？记得就可以打电话给我。如果你想我的话，打电话给我，我就来接你。想去哪儿玩都可以。次日，许岩如往常一样开始了他的直播带货。然而这一次，一个不速之客的出现打破了直播间的平静。方磊在直播间内公然指责许岩，称她是一心想要嫁入豪门的捞女。这种言论瞬间引发了直播间的轩然大波。面对直播间内突如其来的指责，许岩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应对，直播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与尴尬。为了化解这场危机，许岩急中生智，拿起一个垃圾袋，将自己装了进去，以一种幽默而自嘲的方式缓解了紧张的气氛。虽然这一举动暂时平息了风波，但事后许岩还是被老板狠狠训斥了一顿。老板认为许岩在直播中的沉默与不当处理，给公司带来了不小的损失。更令他不满的是，许岩还将榜一大哥给弄消失了，这无疑是对直播资源的一种浪费。为了阻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老板决定让许岩参加户外带货直播。在户外直播中，许岩依然展现出了他对待工作的认真与热情。他顶着太阳，耐心地为观众介绍每一款产品，用他的真诚与专业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喜爱。与此同时，神
母与他的朋友们在一次聚会中聊起了许岩。当得知许岩正在创业，众人纷纷表示，相对于这种不稳定的工作，还是新闻主播这样的职业更为稳妥与体面。甚至有人开始怀念起许岩在新闻主播岗位上的风采。就在这时，方磊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热情地邀请各位阿姨参加一个活动，却没想到这个心怀不轨的女人竟然将众人带到了许岩带货的现场。阿兰，是我眼花了吗？那个女孩是妍妍吗？当沈母与朋友们发现许岩正在这种环境下工作时，心中不禁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沈母本想上前与许岩打招呼，却似乎碍于面子而犹豫了。而众姐妹则开始纷纷吐槽，认为许岩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实在是有损沈家的风评与形象。他们的话语中充满了对许岩的不解与失望。你再怎么说也是沈家的儿媳妇，卖大米鸡蛋，这么自降身价，只会叫人瞧不起。什么叫自降身价？谁瞧不起谁啊？往上数3代，谁家不是农民？咱们几个才有钱几天啊，就忘本了。今天散了吧。曾经的沈母对许岩百般挑剔，处处看不顺眼。然而当她真切感受到许岩内心的情感与坚韧后，她开始坚定维护许岩，诉说起曾经的种种经历，让众人都感受到了许岩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为了帮助许岩，随行的阿姨留下购买许岩在直播中带货的商品，沈母还特意吩咐司机下车，要求每样商品都买上100份。许岩看着眼前这热闹又带着温情的场景，再抬头望向车上的沈母，心中五味杂陈。他深知自己此刻仍在沈家的庇护与帮助下，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沈家人那份沉甸甸的关心。然而一直忙碌于户外直播事务的许岩，直到晚上才处理完所有的事情。疲惫不堪的他正准备收拾东西回家，却意外地看到了开着奔驰大 G 前来的沈浩明。不是外派到外地公司了吗？回集团述职。许岩本以为沈浩明这次前来是要与他商讨离婚协议中的具体内容，然而沈浩明的话却让许岩大吃一惊。他劝说许岩放弃现在的直播带货工作，回到曾经的新闻主播岗位。为了表示诚意，他还拿出了一张卡，承诺以后会定期往里面打钱，确保许岩生活无忧。但许岩深知自己必须斩断和过去的一切联系，才能真正开始新的生活。他依然拒绝了沈浩明的提议，并坦言自己和沈浩明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经历的事情都不一样，他只能抓住一切向上的机会，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他看来，自己不会是沈浩明的对手，而如今的局面也是因为自己当初的选择导致的。他愿意接受一切的结局。既然决定了要离婚，那只好彼此就做陌生人。我走了。留在原地的沈浩明，直到这一刻才如梦初醒。他终于明白，原来曾经有一份美好的婚姻摆在自己面前，他却不懂得珍惜。直到失去许岩之后，他才后悔莫及。但如今一切似乎都已经无法挽回。第二天，许岩像往常一样来到公司，却被老板叫到了办公室。原来老板因为昨天的大卖，意外得知了许岩的真实身份竟是沈家的儿媳。老板心中顿时打起了小算盘，他决定让许岩利用婆家的关系进行带货，专门推销那些高端的女装。他幻想着，当那些高端的社会人士穿上这些衣服出现在直播间后，销量一定会瞬间飞起。然而许岩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老板的提议。他深知曾经的自己就是凭借着沈家的关系，从默默无闻的编辑成为了新闻主播，但那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他不想再依赖任何人的关系来获得成功。拒绝后的许岩本想着结算自己的工资后便离开这个让他感到压抑的地方。然而当老板打开工资单后，他却发现原本是2万的工资，经过各种扣除后，竟然只剩下了1400元。老板还振振有词地说需要支付助理网络支持等费用。更让许岩感到气愤的是，老板还试图蛊惑他继续打造豪门人设，利用沈家的名气来吸引更多的观众和买家。工资明细，麻烦发我邮箱。我不干了。之后的许岩来到了姐姐家中，帮助姐姐将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后，他看着姐姐在处理化妆品。就在这时，姐姐的电话响起，原来是姐姐的朋友瑶瑶在比赛中落选了，心情低落。姐姐打算前去安慰她，知道许岩现在不忙，便带着她一同前往。等到众人见面后，许岩看着瑶瑶设计出的衣服，眼中闪过一丝认可与赞赏。他真诚地表示自己看出了瑶瑶在设计上的用心与才华，但是他也指出了成品和线稿之间存在的很大差异。就在这时，瑶瑶无奈地说起自己是因为没钱才只能完成这个半成品。他感叹到服装设计实在是太耗钱了，每一样材料都很贵，模特拍摄也需要自己出钱。众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任何的梦想想要实现真的是很不容易。许岩看着瑶瑶，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那个为了梦想而不断拼搏、不畏艰难的自己。自从许岩和姐姐从梦想破灭的瑶瑶那里回来，一路上许岩的思绪飘回了初到荆州的日子。那时的他和瑶瑶他们一样，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却也不得不为生活的柴米油盐而奔波。
荆州这座繁华的大都市，看似机会遍地，实则暗流涌动，每一步都需小心翼翼，因为一旦走错，就可能失去在这座城市立足的资格。许岩深知，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城市里，安全感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这也是他当初为何那么渴望嫁入沈家，渴望得到沈浩明的庇护。他以为有了沈家的背景，自己就能在这座城市里站稳脚跟，不再为生活的琐碎而烦恼。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谎言构筑的婚姻终究如泡沫般易碎。他失去了沈家儿媳的光环，也失去了那份看似稳固的安全感。但许岩并不后悔自己曾经想要改变命运的想法，他明白只有靠自己的双手，才能真正在这个城市里扎下根来。活着真的太贵了，我想试试。啊？什么？想试试？想试什么？与此同时，沈浩明那边的工地也并不平静。工地的负责人将材料采购资料交到了沈浩明手中，出来后的负责人还信誓旦旦地跟手下人说，沈浩明绝对查不出任何问题，他们打算一步步给沈浩明使绊子，最终逼走他。果然没多久，一个名叫王德福的人就来到了工地上闹事。沈浩明闻讯赶来，面对王德福的无理取闹，他冷静地指出，当初拉着他进入这个项目的人是吴成明，而且吴成明的借款是私人行为，与他们工地的公司毫无关系。他还告诉王德福，这件事情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相信很快会有一个公正的结果。然而王德福却不依不饶，他声称是因为当时看中了这个工程的前景，才借钱给吴成明的。现在工程出了问题，公司必须负责。双方各执一词，矛盾逐渐激化，眼看着就要动手。王德福见势不妙，便耍起了无赖，声称以后还会继续上门来闹事，然后暂时离开了工地。另一边辞职后的许岩并没有沉浸在失去工作的痛苦中，而是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计划。他找到了乔林的朋友们，4个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创建一个服装品牌。他们计划先从线上销售开始，逐步积累客户和口碑，然后再向线下市场拓展。然而创业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众人听到这个计划时，都打起了退堂鼓。毕竟之前的失败让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谁也不敢保证这次能成功。但许岩却毅然决然地拿出了自己15万的存款作为创业基金，他的坚定和勇气感染了其他人。于是万众期待的研一坊正式成立了。创业初期，众人分工明确，瑶瑶负责设计制作衣服，冠冠则担任模特，许岩则负责视频的剪辑和后期制作。然而当他们满怀期待地将视频上传到平台后，却发现点赞数寥寥无几，粉丝增长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众人也被这底数据彻底打败了。然而就在乔林回家的路上，他意外地遇到了自己的前男友。前男友似乎还想纠缠她，试图重归于好。就在这时，于一鸣突然出现，他站在乔林面前，坚定地让前男友不要再继续纠缠。随后他向乔林表达了自己的心意。你敢说你喜欢乔林吗？就此时此刻，当着我们俩的面。我喜欢他。拉着他离开了那个让他感到尴尬和不适的场景，两人的关系也在这一刻变得微妙起来。等到乔林第2天来到许岩家中时，发现众人都有些沮丧。原来他们的视频发出去1天后，只涨了11个粉丝，这个数字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但许岩并没有放弃，他开始思考如何改变现状。他想到可以将研一坊的民族服饰元素融入日常的衣服中，让即使是普通人也能在日常穿着中选择研一坊的衣服。于是他们决定改变方案，将思路转向日常服装的设计。所以我们更应该让大众喜欢民族风的服饰。那产品我们是不是应该突出它的功能性和大众性？众人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作计划。虽然前路依然充满未知和挑战，但研一坊的团队并没有放弃。他们相信，只要坚持下去，一定能够在荆州中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当曾经习以为常的陪伴骤然消散，沈浩明才知道自己的生活是有多么需要许岩。可当他下意识打开手机直播间，想要寻觅他的身影时，才发现那个熟悉的直播间早已没了许岩的踪迹。失去了许岩行踪的他，内心瞬间被失落填满，仿佛生命中缺失了一块重要的拼图。次日，陈琳带来了关于许岩的消息，原来许岩真的开启了创业之路，投身到了服装行业。然而许岩的创业账号粉丝寥寥无几，点赞数也不过上千。与此同时，陈琳还发来了麻烦人物王德福的资料。看着资料上那些复杂的信息，沈浩明感到压力不仅来自王德福，更多的是许岩的离开。几天后，沈浩明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直接找上了王德福。众人本以为一场激烈的冲突在所难免，然而沈浩明却出人意料地提出和王德福一起散步。行，哎，咱俩是不是还得手拉手？哎，你怎么不跟我说咱俩谈个恋爱呢？二人沿着小路缓缓前行，沈浩明始终一言不发。走着走着，沈浩明竟径直朝着王德福的老家方向走去。到了王德福家门口，沈浩明热情地和王德福的母亲打起了招呼。王阿姨，哎，小婶儿啊，你怎么来了？王德福无奈之下只能让随从暂时离开。沈浩明对王母说：“
他们这次来家里是谈生意的。王德福虽不情愿，但在母亲面前也不好发作，只能硬着头皮和沈浩明谈起了生意。沈浩明先是从县里的关爱老人会说起，提及自己认识王德福的母亲，接着又夸赞王德福一路顺风顺水，赚了不少钱。不过话锋一转，指出他手底下的人在外人眼中口碑不佳，但唯独王德福孝顺这一点值得称赞。随后沈浩明提到工程项目中连接客运站的那条路还是土路，出行极为不便，他希望王德福能重新投钱修路，这样集团就能拿到新预算，之前投入的钱也会变成投资款。不仅如此，沈浩明还承诺王德福可以优先选房，并且表示可以让他的绿化公司承担所有的绿化项目。王德福权衡利弊后，觉得这桩生意对自己也有诸多好处，于是二人达成了合作。刚才我说什么来着？今晚的夜色不错，真不错，还拉了个手。第二天，工地负责人提着酒找上了沈浩明，本以为能靠这番诚意打动沈浩明，让他对自己之前的行为既往不咎。然而沈浩明却神色冷峻，直接告知负责人自己已经找到了新的总经理来替换他，并拿出了负责人吃回扣的铁证。负责人顿时脸色煞白。沈浩明接着说自己可以不追究他的责任，但必须要知道他背后的保护伞是谁。负责人深知自己已无退路，只能如实交代。沈浩明将收集到的所有证据整理好后交给了沈父。沈父看着这些证据，表情严肃，他深知公司内部的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他叮嘱沈浩明对于之后许妍离婚的事情要冷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沈浩明点头应下，随后离开了沈父的办公室。沈父坐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待沈浩明离开后，他敏锐的目光落在了公司内部的毒瘤瞿明成，而此时的瞿明成知道自己暴露，也开始了自己的行动。红玉的事败露了，老沈肯定会有所警惕。现在对他们最致命的事就是沈浩明的婚姻。有传闻他们夫妻俩还闹离婚，你去调查一下，一定要拿到沈浩明离婚的证据。在创业的道路上，从来就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许妍怀揣着梦想与热情开启创业征程，可现实却如同一盆冷水，无情地浇灭了她最初的热情。严一方的创业计划实施没多久，资金便如流水般迅速消耗殆尽。无奈之下，许妍只能亲自出马，四处拉投资。她一家一家的上门介绍自己的项目，也频繁参加各种酒局，在觥筹交错间努力推销自己的创业理念。然而一次次的努力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失望。无论她如何苦口婆心，最终都没能成功拉来投资。这天，许妍又从一场酒局中失意而归，她脚步踉跄，醉醺醺地走在回家的路上。此时的她全然不知，沈浩明正静静地守在她家楼下看着她。沈浩明亲眼目睹了许妍此刻狼狈不堪的模样，心中五味杂陈。当看到许妍因醉酒不小心将东西掉落在地上时，沈浩明下意识地准备下车去帮她。可就在他打开车门准备迈出的那一刻，他突然想起了两人已经彻底分开的现实。尽管此刻他内心深处早已回忆起许妍的好，满心都是想要挽回的念头，但理智却告诉他一切都已无法回头。就在沈浩明内心挣扎，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乔琳出现了。你在这儿干嘛呢？我来看一下妍妍。不需要，我今天也想替我妹妹说句话。乔琳看到沈浩明后，便开始说起许妍和他之间的事情。他认为许妍固然有错，但沈浩明也并非毫无责任。当初许妍拼尽全力想要挽回他们之间的感情，可沈浩明却执意要分开。如今走到这一步，是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而此时的沈浩明内心其实是真心想要帮助许妍的，只是碍于种种复杂的情感和现实因素，他终究还是没能迈出那一步。我是真心想帮他的，可是他拒绝。你帮我劝劝他。我劝不了，我劝不了一点。我们妍妍现在一分一毛都不会再用你的了，你要不然赶紧走吧，以后也别再来了。第二天，许妍像往常一样告别客户，继续为严一方的未来奔波。就在这时，酒会上认识的蒋亮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蒋亮看到许妍出现在这里是为了找投资，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情。他由此推测许妍和沈浩明之间的关系真的已经破裂了。许妍却平静地表示，这和投资并没有关系。说完便准备离开。蒋亮趁机拿走了许妍的投资计划，仔细研究起来。很快他便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如今短视频平台热度居高不下，粉丝博主数量众多且竞争激烈，许妍想要在这个市场中脱颖而出，难度极大。而且许妍团队设计的衣服虽然质量不错，但却缺乏独特的特色，很难在众多竞争对手中吸引到投资人的目光。蒋亮还指出，许妍不应该仅仅将目光聚焦在项目本身，而应该从投资公司的角度出发，深入了解投资公司的侧重点，这样才能提高获得投资的几率。你站在投资人的角度上，你会投这个项目吗？以现在的成色，我不会投。
说完这些，蒋亮还主动提出可以介绍一个免费的摄影师给许岩团队。许岩觉得这或许是个不错的机会，于是二人便顺理成章地加上了微信。另一边，沈浩明在成安县的工程上遇到了不少麻烦，但他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智慧，成功解决了问题，并顺利返回了总公司。虽然回到总公司后，他依旧处于坐冷板凳的状态，但沈浩明并没有气馁，他心中早已有了新的计划，打算从一对即将回国度假的巴莱金夫妇入手，与他们展开合作，以此推动金达的海外市场拓展。为了能够顺利达成合作，沈浩明安排陈琳先去打探巴莱金夫妇的口风。陈琳费尽周折找到了巴莱金，然而巴莱金却对工作的事情毫无兴趣。此时的他心中只有自己的妻子，只希望能够陪着她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在他看来，人生中最重要的是家庭，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应该占据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他享受与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不愿意被工作上的事物打扰这份宁静与美好。你应该还是单身吧？是的。等你结了婚就知道，事业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衡量一个男人的成就，不是金钱，也不是地位，而是看他创造怎样的一个家。有什么事情你赶快说。我想跟你谈一笔生意。知道你创业有资金困难，就当做给你一个融资的机会吧。让人万万没想到，沈浩明在事业中又一次陷入了需要许岩出手相助的境地。原来沈浩明通过多方打探，得知此次合作的关键客户极为注重家庭氛围，无奈之下，他只能硬着头皮再次拨通了许岩的电话。见到许岩的沈浩明故作镇定，却又带着一种难以掩饰的高高在上，提及许岩目前创业面临的资金困境，提出若许岩能与他达成合作，便给予他所需的投资。是你遇到的困难比较大吧？要找我帮忙，就不要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然而许岩一眼便看穿了沈浩明此刻的窘迫，明白他定是遇到了极为棘手的事情，才会如此急切地找上自己。沈浩明见状，知道自己无法再维持那副高姿态，只得放下身段，诚恳地向许岩说明情况。他表示需要许岩和自己再次以夫妻和睦的形象出现在巴莱金夫妇面前，以此博得客户的好感与信任。随后他将相关资料递到许岩手中，许岩接过资料，仔细了解情况后，开始与沈浩明谈起收益问题。当得知沈浩明若能成功完成此次合作，将获得高达10个亿的收益时，许岩心中有了计较，他果断提出要100万的报酬。这一数字让沈浩明大为惊讶。做服装这个行业是很烧钱的，你100万砸进去，水花都看不见。这样吧，我给你1000万，我来入股。不过许岩态度坚决，他希望与沈浩明之间保持清晰的界限，只拿着100万佣金，其他的并不属于自己。就这样，曾经的真夫妻，如今为了各自的目的，变成了一对假夫妻。二人开始精心策划针对巴莱金夫妇的行动方案。第一次，他们以火热的芭比形象出现在巴莱金夫妇面前，试图营造出一种热情洋溢的氛围。然而巴莱金夫妇对此并不感兴趣。首次尝试失败后，许岩和沈浩明并没有气馁，而是迅速调整策略。他们通过进一步了解巴莱金夫妇的喜好，以暮光之城的形象再次出现在这对夫妇面前。这一次，他们的装扮和氛围果然赢得了巴莱金夫妇的喜爱。凭借这次成功的亮相，许岩和沈浩明趁机巧妙地打探到了他们所住房间的号码2132。于是第二天，二人特意入住隔壁的2130房间，为接下来的行动做准备。入住后，许岩和沈浩明精心准备了一份浪漫的蛋糕套餐，请给2132送一个最贵、最好的浪漫套餐。记得在蛋糕上面写着 "I love you" 几个字。他们安排酒店工作人员将蛋糕送去巴莱金夫妇的房间，很快蛋糕便被送到了指定地点。巴莱金的妻子看到如此浪漫的场景，顿时满心欢喜。等到时机成熟之后，许岩和沈浩明便来到巴莱金夫妇的房间外敲门。进入房间后的许岩看到蛋糕已经被吃了一部分，说到这个浪漫套餐原本是自己订的，却不小心送到了隔壁房间。看着已经被享用的蛋糕，许岩又大方地表示，这个蛋糕就送给巴莱金夫妇，希望他们能度过一个美好的二人时光。同时他还热情地邀请巴莱金夫妇晚上去酒店的草坪上观看节目。巴莱金夫妇欣然答应，于是众人顺理成章地约定晚上一起去草坪。夜幕降临，众人如约在草坪上见面，相互认识后便开启了愉快的夜晚生活。台上精彩的节目正在上演，其中一个环节是邀请观众进行情侣默契考验，获胜者可以获得精美礼物。巴莱金夫妇自告奋勇，第一个上台尝试。这对恩爱的夫妻果然默契十足，在你比划我猜的游戏中迅速猜对了题目，引得台下阵阵掌声。然而就在巴莱金夫妇进行第二个游戏时，场下的沈浩明和许岩之间却产生了矛盾。沈浩明突然提及二人离婚的事情，言语间似乎带着一丝埋怨。许岩听后真诚地说道，二人之前是在相互利用，但他的内心深处确实一直爱着沈浩明，自己拼尽全力想要挽回这段感情，付出了无数的努力，可最终还是没能改变离婚的结局。你在外面创业，你所有钱都打水漂了，只有我能救你，知道吗？你凭什么高估你自己？
你又凭什么贬低我？我告诉你，想要投我的人都排着队呢。你要投哈？你派对好了。哎，你们夫妻俩要不要试一试啊？很好玩的。我们很好玩的。你要玩吗，老公？来啊！许妍在邀请下和沈浩明一同登上了游戏舞台。方才两人还在台下因一些过往琐事争得面红耳赤。踏上舞台，面对泼水游戏环节，他们竟不约而同地将内心的愤怒化作手中的水，狠狠地泼向对方。水花四溅间，仿佛将这段时间积累的怨怼与委屈都宣泄了出来。等到进入你比我猜的游戏环节，情况却急转直下。许妍和沈浩明之间完全没有默契，面对主持人抛出的一个个词语，他们绞尽脑汁，却一个都猜不出来。现场气氛一度有些尴尬，观众们的目光也渐渐从期待转为疑惑。然而当最后一个词窗口贴出现时，许妍的思绪瞬间飘回到了过去。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沈浩明温暖的时候。沈浩明小心翼翼地为她贴上窗口贴，那一刻两人的心似乎也悄然靠近。如今在这个特殊的场景下，许妍比划着手上的痕迹，而沈浩明也仿佛心有灵犀一般，瞬间猜出了答案。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两人都沉浸在往昔那些温情的瞬间里，那些被争吵掩盖的甜蜜回忆如潮水般涌上心头。但他们并未察觉，此时暗处的竞争对手正虎视眈眈，策划着一场阻止他们与巴莱金夫妇进一步接触的阴谋。沈浩明和许妍在游戏中的温馨互动，不经意间打动了巴莱金夫妇。巴莱金夫妇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爱情最初的纯粹模样，不禁回忆起自己的相识经历。原来他们是在一家便利店偶然相遇，那一次的邂逅如同命运的红线，将两人紧紧相连，从此开启了他们携手一生的旅程。众人被这份纯粹的感情所感染，纷纷举杯庆祝。回到房间后，许妍看着沈浩明，心中满是疑惑，忍不住问道：为什么不从公司内部入手，去接触巴莱金夫妇？沈浩明微微叹了口气，缓缓道出实情。原来他在公司并不受信任，尤其是海外项目这一块，一直是公司的短板。之前的海外负责人业务能力欠佳，导致海外项目进展不顺。沈浩明希望通过与巴莱金夫妇的合作，展现自己的能力，从而获得进入董事会的机会，为公司海外项目的发展带来转机。许妍听后心中五味杂陈，沉默片刻，他又忍不住问起了沈浩明前女友的事情。不想说也没有关系。其实，在发现她怀孕之前，我已经跟她分手2个多月了。我记得那天下着大雨，她跑过来找我。沈浩明的思绪被拉回到过去，一个女孩冒雨前来，满脸泪痕地向他诉说自己怀孕的消息。女孩说，这次如果再次打掉孩子，以后可能再也无法生育。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你有一个孩子，未来我也会跟孩子说他是有爸爸的。我没有想要你负责。说完一切的女孩便准备离开。沈浩明看着眼前脆弱的女孩，心中满是怜悯与责任。他决定陪女孩一起面对。后来女孩顺利生下了孩子，然而命运却对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不久后，女孩在一次潜水时遭遇洋流，不幸被冲走，从此消失在了茫茫大海中。沈浩明悲痛欲绝，但他知道自己必须承担起照顾孩子的责任，于是他将孩子接回了家中。这件事被沈浩明的父亲知晓后，父亲一直对他放心不下，处处限制他的行动。许妍听后心中若有所思，他说道：父亲这么做很有可能是为了在公司里保护你，不想让你因为一些冲动决定而陷入困境。你是在安慰我吗？对啊，作为合作伙伴来讲，我希望你时刻保持一个好的状态。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竞争对手并没有善罢甘休。第二天，竞争对手趁沈浩明和许妍外出时，悄悄潜入了他们的房间。他不仅拍下了两人之前争吵的画面，还发现两人分房而居的事实。果然是假的真不了啊！你不用谢我，我们是按合同。就在那个关键时刻，许妍与沈浩明意外地在衣柜深处发现了蜷缩着的陌生男子。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状况，两人并未表现出丝毫的慌乱或声张，而是默契地选择了静观其变。沈浩明心思缜密，他故意向许妍提及自己已与巴莱金达成重要合作的消息，以此作为掩护。随后看似不经意地打开了衣柜门，当那名男子的身影映入眼帘时，他随即以取毯子为由，巧妙地利用衣柜门夹住了男子的脚。这一举动既是对男子的警告，也是为了进一步观察其反应。事后沈浩明向许妍解释，衣柜中的男子受伤不轻，极有可能是竞争对手派来针对巴莱金夫妇的间谍。他之所以没有直接揭穿，是担心打草惊蛇，让真正的幕后黑手逃脱。为了不让男子察觉到他们的怀疑，两人继续保持着日常的对话，言谈间未露半点破绽。不久之后，沈浩明与许妍一同前往拜访巴莱金夫妇。出乎意料的是，那名男子竟也出现在了会面现场。男子一见到沈浩明，便立刻换上了一副热情洋溢的面孔，
主动与众人攀谈起来。他故意提起许妍与沈浩明最近传出的离婚风波，以及许妍辞职投身直播带货行业的决定。对于这些敏感话题，许妍早有准备，她从容不迫地解释道，自己辞职是为了创业，直播带货只是初步尝试，失败后她便转而创立了研一坊。男子见话题未达预期效果，便又拿出了自己偷偷拍摄的照片，照片中许妍与沈浩明分床而睡，似乎印证了离婚的传言。面对这一证据，沈浩明不慌不忙地解释，昨晚他们玩了一个泼水游戏，由于配合不够默契，两人互相泼水，结果闹了点小别扭，这才导致了分床而睡的情况。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果二位真的不是分居，敢不敢带我们去你房间参观一下？随后一行人来到了沈浩明的房间，众人一进门便被眼前浪漫而温馨的布置所吸引。房间内不仅装饰的别具一格，还摆放着一些趣味横生的玩具，显然是沈浩明精心准备的。他们好有情趣啊！抱歉，破坏了你精心准备的惊喜。男子见状，心中暗叫不妙，但仍不死心，又拿出了二人在家中争吵的画面作为证据。然而沈浩明与许妍却镇定自若地解释，那只是许妍在做瑜伽，而他在一旁打电话，根本不存在争吵的情况。男子见无法再找到破绽，只好尴尬地提出晚上请众人吃饭以表歉意。晚餐时分，男子再次发难，他指出许妍未戴婚戒，这一细节立即引起了巴莱金夫妇的好奇。就在许妍一时语塞之际，沈浩明深情地望向他，坦言两人之间确实存在一些小矛盾，他做过许多让许妍伤心的事，但回想起许妍在他工作繁忙时给予的支持，照顾他的父母，帮助他的弟弟，甚至在他事业上遇到困难时出谋划策，他深刻意识到许妍在他生命中的重要性。虽然此刻他们是在演戏，但这些话却是沈浩明的真心话。说着，他从口袋中掏出了许妍的婚戒，单膝跪地请求许妍的原谅。那下次不能这样。肯定不会。这一幕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许妍眼中闪烁着泪光，她接过婚戒，并在众人的见证下深情拥吻。这一举动彻底打破了外界关于他们离婚的传言，也让巴莱金夫妇对这对夫妻有了更深的认识。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与考验，沈浩明终于赢得了巴莱金的认可。在巴莱金离开之际，他宣布沈浩明的公司正式进入了候选名单，这意味着他们将有机会获得巴莱金集团的重要合作项目。沈浩明也有机会能够进入董事会了。随着一切尘埃落定，许妍向沈浩明表达了自己准备回去的打算。不好意思，这几天我习惯了。这个习惯可以改掉。我那个时候，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我和你什么关系啊？许妍终究还是刀子嘴豆腐心，尽管事先坚决表明不让沈浩明送她回家，可最后还是坐上了沈浩明的奔驰大 G。车内原本平静的氛围，却因蒋亮曾对许妍施以援手这件事而急转直下，二人再度陷入激烈的争吵之中。许妍一股脑地将心底的积怨倾吐而出，她直言自己第一次与沈浩明见面时假装晕倒，在学校她学习的是街舞，而非优雅的芭蕾。沈浩明每次送她的礼物都像是早已过时，就连她那标志性的大油头，多年来一直未曾改变，还有他故意戴上眼镜，试图营造出的老前锋。甚至许妍还提及在沈浩明之前，自己有过不少感情经历，而沈浩明也不甘示弱，他透露给许妍包扎伤口的创口贴其实是秘书买的，当时在工作室念出的网络博文也是自己故意为之。许妍为他挑选的衣服没有一件能让他满意，就连在许妍家宴上品尝到的菜肴也让他觉得味同嚼蜡。在激烈的争吵声中，沈浩明一气之下将车停在路边，两人关系瞬间降至冰点，再次分道扬镳。3天后8号上午10点，民政局办离婚。回到家的沈浩明看到沈浩辰正坐在书桌前写作业，他注意到沈浩辰最近的语文成绩有所下滑，便提及是否需要请个老师来辅导。沈浩辰却告诉他，之前一直是许妍在帮助自己学习语文。接着沈浩辰问起哥哥什么时候能把嫂子接回来，他直言沈浩明明明心里很想念许妍，却总是嘴硬不承认，还鼓励沈浩明，男生被女生拒绝是很正常的事，就算被拒绝多次，也要努力把女生追回来。沈浩明听后心中五味杂陈，回想起弟弟的话，他内心深处那股对许妍的眷恋被重新点燃。当晚他鼓起勇气给许妍发信息，希望她能再次陪自己与巴莱金先生共进晚餐。然而此时的许妍仍在气头上，毫不犹豫地以没时间为由拒绝了他。沈浩明无奈之下只好提到会给许妍报酬，可这条信息发出去后，两人之间的联系又一次陷入了僵局。怎么追回来？难道还要跟他吵架吗？
我真是一头猪。另一边，获得100万资金注入的许岩，全身心的投入到公司装修中。他精心挑选场地，租下了一个宽敞明亮的空间，还购置了各种全新的电脑等设备。严一方就这样从一个在家办公的简陋小工作室，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家初具规模的小公司。许岩看着焕然一新的办公环境，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与此同时，沈父在晚上约见了沈浩明。原来公司即将围绕018号项目展开开发工作，而在开发过程中，意外发现核心区域有一块120亩的土地，竟然在10年前就被沈浩明收购了。父子俩在夜晚的灯光下，就此事展开了深入的交谈。沈浩明回忆起10年前的情景，那时这块地不仅远离市区，而且十分荒芜，几乎没有任何开发价值，所有人都对他避之不及。但沈浩明却独具慧眼，他敏锐地察觉到这块地距离高铁站非常近，随着交通的发展，未来人们一定会围绕高铁区域进行规划和建设，这里必将蕴含着巨大的商机。于是他积极动员大学同学一起投资，最终成功拿下了这块地。如今面对公司的发展需求，沈浩明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无条件将这个项目送给公司。他感慨地表示，从与沈浩辰以及许岩的这些事情中，他深刻意识到自己和父母之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理解鸿沟。但经过这段时间的种种经历，他也真切地感受到父母一直以来对自己的包容和默默支持。因此他希望通过这次无条件的奉献来表达自己对父母的感激，也希望能借此缓和与父母之间的关系，开启新的相处模式。这样，方明，如果这一次你能够促成和巴莱金的正式合作，并且能够开拓金达对海外的市场，那老爸给你一个承诺，我会让你进董事会。欢迎加入严一方，谢谢你们来帮我。严姐，你在哪我就在哪。放心，严姐，我会好好干的。严一方在许岩的悉心筹备下正式宣告成立，他招来了一批充满活力与创意的新员工，为严一方的完善与发展出谋划策。严一房还吸引了蒋亮的目光，于是一家正规的服装公司开始有条不紊地运作起来，一切似乎都在朝着美好的方向前进。然而就在许岩满心欢喜地规划着公司未来时，手机闹钟冷不丁地提醒他，明天8号是与沈浩明约定去民政局办理离婚的日子。他犹豫片刻后，还是拨通了沈浩明的电话，提及明天去离婚的事宜。电话那头的沈浩明却称自己正在俄罗斯出差，与巴莱金先生洽谈重要合作，之后还要奔赴其他国家。说完便匆匆挂断了电话。可事实上，沈浩明正身处国内的世界之窗游乐园。挂断电话后，他穿梭在各个国家样式的建筑之间，不停地拍照留念，仿佛要将这些异国风情都定格在镜头里。几天后，在公司忙碌的许岩越想越觉得沈浩明的行为有些蹊跷，他放心不下，便打电话给陈琳询问沈浩明的下落。得知沈浩明在莫斯科后，他虽心有疑虑，但还是挂断了电话。好，我这2天不在公司，有什么事情电话联系。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许岩竟在沈浩明家门口将他堵了个正着。原来许岩从陈琳处得知沈浩明在俄罗斯，可沈浩明却谎称自己在亚历山大。对啊，就俄罗斯的亚历山大嘛。亚历山大在埃及啊。谎言被拆穿，沈浩明有些慌乱，无奈之下只好编造借口，称自己今天约了医生，要去医院看病。许岩只好陪着沈浩明前往医院。到了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沈浩明身体并无大碍，但他哪肯轻易放过这个拖延离婚的机会，于是又要求医生给自己进行全方位的体检。他故意磨磨蹭蹭，在各个检查项目间来回折腾，只为能多拖住许岩一些时间，让他无法与自己顺利离婚。在最后的体检环节，沈浩明更是夸张，直接在厕所待了半个小时，最后还是许岩实在等不及，去厕所叫他出来。现在4点55了，5点半就下班了，来不及了。哎呀，来感觉了，哎呀，来感觉了，憋着，离完婚再闹。当2人终于赶到民政局时，却被告知民政局已经停止受理业务，离婚日期只能推迟到下个月的8号。沈浩明的计划看似得逞，他心中暗自窃喜，而许岩则气得满脸通红。但我也没用，这局不是我定的。下个月8号，太没辙了。第2天，蒋亮以了解投资人的名义约许岩出来，2人一同来到电影博物馆，馆内陈列的经典电影海报和道具。蒋亮看着周围的一切，缓缓说起自己的过往。他小时候只有妈妈陪伴在侧，每天下午妈妈都会陪他一起看电影。上大学时，为了家族的事业，他不得不放弃自己热爱的电影梦想。就在许岩沉浸在蒋亮的故事中，与电影里出现的摩托车拍照留念时，蒋亮突然凑上前，邀请许岩成为自己的第一个乘客，试图拉近与许岩的距离。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女孩
突然出现，女孩的出现让许妍瞬间明白了蒋亮花花公子的真面目，她心中对蒋亮的好感顿时消散殆尽。另一边，沈浩明独自在酒吧里借酒消愁，试图用酒精麻痹自己内心的痛苦。这时，方磊来到酒吧，看到沈浩明失魂落魄的样子，他心中嫉妒不已，开始阴阳怪气地说起许妍和蒋亮勾结在一起的事情，还恶意诋毁许妍是个勾引别人的女人。但沈浩明对此却毫无反应，在他心中，许妍始终是自己的妻子。方磊见状更加生气，他觉得即便沈浩明和许妍感情出现问题，自己在沈浩明心中也依然比不上许妍。愤怒之下，他直接拿起沈浩明桌子上的酒泼向了他，酒水顺着沈浩明的脸颊流下，他却没有丝毫躲避。酒保见状，赶紧上前将方磊抱了出去。方磊离开后，沈浩明依旧坐在原地，这一刻他似乎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还是忘不了许妍。果然，花花公子蒋亮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欲望，试图与许妍的关系更进一步。他借着各种由头，频繁地出现在许妍身边。然而，许妍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义无反顾地拒绝了蒋亮的靠近，表示自己目前仍处于婚姻状态。即便与沈浩明之间存在着感情问题，但这绝不是他接受另一段感情的理由。同时，他也强调蒋亮是个很出色的投资人，不希望因为两人之间可能产生的私人纠葛而影响到投资相关的事宜。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此时的沈浩明恰好就在不远处，将二人的对话一字不落地听进了耳中。沈浩明心中五味杂陈，既有对许妍坚守婚姻底线的欣慰，又有对蒋亮基于许妍的愤怒。犹豫片刻后，他深吸一口气走上前去，假装自然地挽起许妍的肩膀，故作轻松地说道自己原本就打算来接许妍。随后两人便告别了蒋亮。你身上已经有很多花花公子的标签，不要再加上一个不道德的第三者。离开蒋亮后，沈浩明和许妍一同走进电梯。电梯里气氛有些微妙，沈浩明还沉浸在刚刚许妍所说的话中，幻想着那些话都是他的真心话，内心燃起了一丝复合的希望。于是他鼓起勇气，向许妍表达了自己想要再次复合的想法。然而许妍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他眼神平静而坚定，告诉沈浩明，他们之间已经再无可能。他表示会尽力将事情的影响降到最低，只希望能够顺利地拿到离婚证，从此各自开启新的生活。沈浩明听后心中一阵失落，却也无可奈何。把手拿开。不要占用公共资源。回到家后，许妍的姐姐看到他回来，便忍不住问起他和蒋亮之间的事情。许妍没有丝毫犹豫，直截了当地说自己和蒋亮之间没有任何超越工作之外的关系。说完，她便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化妆镜前的许妍目光落在了首饰盒中的婚戒上，那枚婚戒曾经见证了她和沈浩明的甜蜜与誓言，如今却成了过去式。姐姐随后走进房间，好言相劝，希望许妍能够和沈浩明复合，毕竟两人曾经也有过美好的回忆。但许妍依旧不为所动，她坚定地告诉姐姐，自己现在将所有的重心都放在了严一方上，不想再和沈浩明有过多的接触。姐姐见劝说无果，只好无奈地离开。许妍独自回想起和沈浩明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那些曾经的欢笑与泪水，争吵与和解，如同电影般在她脑海中不断放映。她这才发现，原来二人之间的感情并没有随着时间而完全消散，心中不禁泛起一丝涟漪。而在另一边的方磊家中，方磊因为沈浩明的事情而借酒消愁，他一杯接一杯地灌着酒，试图用酒精麻痹自己内心的痛苦。就在他醉意朦胧之时，韩卫平突然出现在他的家里。韩卫平看着方磊失魂落魄的样子，心中有些不忍，便开始劝说起他来。他语重心长地告诉方磊，如果想要爱别人，首先应该学会爱自己，只有先将自己的事情处理好，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才能拥有爱别人的能力。然而此时的方磊已经陷入了对沈浩明的执念中无法自拔，他执拗地认为自己只爱沈浩明一个人，其他人在他眼中都变得微不足道。就在这时，韩卫平突然靠近方磊，吻上了他。这个突如其来的吻让方磊有些措手不及，但在酒精的作用下，他也没有拒绝。激情过后，两人坐在窗边，韩卫平看着方磊，缓缓说起这么多年来，方磊一直执着地追求沈浩明，却忽略了自己真正的需求和感受。如果有机会搞垮他，你感兴趣吗？你为什么会说出这种话？因为我不想你在深渊里越陷越深。第二天来到公司的韩卫平便以去见沈浩明为借口，从陈琳手中顺利拿到了公司战略合作计划。他趁陈琳不注意，迅速拍下了照片，为之后自己的计划做好了准备。与此同时，在研一方里，许妍和团队成员们正为第一批货物的出货量和样式忙碌着。为了能够让研一方在市场上一炮而红，大家经过反复讨论，决定从小规模入手，采用人工编制的办法制作更加精美的成衣。最终，众人定下了第一批5个款式、限量100件的计划。计划确定后，大家又开始商量如何将这些衣服推广出去。大家各抒己见，为研一方的发展出谋划策，都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猎妻一时爽，追妻火葬场。沈浩明在过往与许妍的感情纠葛中，种种不当行为让两人关系降至冰点。如今为了挽回这段岌岌可危的感情，沈浩辰可谓是绞尽脑汁。他精心策划，以自己参加马术比赛为由，将许妍和沈浩明约到了马术中心。到了地方后，他又刻意为二人创造出独立相处的空间，满心期待着两人能借此机会重归于好。然而事与愿违，许妍似乎并不领情，她以自己要开会为借口，神色平静却坚定地准备离开。更让人意外的是，沈浩明竟眼睁睁看着许妍离去，没有丝毫挽留的意思。沈浩辰回来后，看到这番景象，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他开始责备沈浩明，认为沈浩明不该干坐在这里，而应该立刻去追许妍，把事情解释清楚，挽回这段感情。就连我们小朋友都知道，做了错事就要改。您惹嫂子生气了，现在她不理你了，你不得主动出击啊！回到家中，沈浩明又遭到了母亲的劝说。沈母语重心长地说起许妍对沈浩明的感情，他表示许妍对沈浩辰的关心，其实都是源于对沈浩明的在意。这么多年过去，沈母也看出了许妍对沈浩明是真心实意的，而如今两人走到这一步，他觉得自己也有责任，当初不该用门当户对这样世俗的标准去要求许妍，这才造成了如今这难以挽回的局面。沈母还说自己很喜欢许妍，从她身上能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那股坚韧和对感情的执着。大姨妈妈，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把妍妍给我追回来。娶她的时候，就没想过跟她分开。第二天来到公司的沈浩明又受到了陈琳的规劝，陈琳苦口婆心地劝他与许妍复合，还给他出主意，让他可以利用别人来帮助自己和许妍重新恢复感情。陈琳建议从许妍的男性朋友入手，寻求他们的帮助，或许能打开许妍的心扉。而在另一边，林媛意外地在医院撞见了于一鸣和一个女生坐在一起，那女生神情哀伤，于一鸣则在一旁轻声安慰着。林媛觉得这是个机会，便赶忙叫来了乔琳。乔琳赶来后，看到这一幕，嘴上虽然说着自己没关系，自己相信于一鸣，但他的眼神中还是闪过一丝失落，随后便默默地离开了。林媛看出了机会，立刻追了上去，对乔琳说他和于一鸣不合适，自己心中一直离不开他。然而乔琳虽然今天亲眼看见了于一鸣和别的女生在一起，但她深知自己和林媛之间实在不合适，于是毅然决然地拒绝了他。第二天，乔琳主动找上了于一鸣，她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内心的感情。于一鸣，我喜欢你。之后，他提起了当天在医院看见于一鸣和女同事坐在一起的场景，他觉得两人之间似乎有更多的事情需要考虑。于一鸣连忙解释说，当天是女同事第一次遇见治疗无效去世的病人，自己只是去安慰一下。可乔琳心中还是有所芥蒂，她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完全信任于一鸣，也不确定两人的感情是否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用1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彼此都再想想清楚呢？这1个星期我们不要联系了。然而之后，沈浩明找上了于一鸣，两人在酒馆中相对而坐，脸上都带着几分落寞。他们开始倾诉彼此之间遇到的感情问题，都觉得自己无力挽回心上人的心。在这个艰难的时刻，他们都需要对方的帮助来度过这场感情危机。经过一番交谈，两人一拍即合，挽回女友计划就此敲定。他们决定互相帮助，利用彼此的优势和资源为对方出谋划策，试图重新赢回心上人的爱。我们结盟吧，我们都喜欢上了这对姐妹。姐夫，妹夫，姐夫，妹夫。明天有空吗？我们咖啡厅见。浩辰学校的事。许妍因为沈浩辰的事情决定明日约见沈浩明。另一边，沈浩明正身处酒吧，收到许妍邀约信息后，本打算同意，可军师于一鸣却阻止了他发送同意的消息。于一鸣深知，若想真正获得许妍的原谅，必须主动出击。在他的极力劝说下，沈浩明当机立断，决定今日便直接前往许妍家。沈浩明风风火火地赶到许妍家，踏入家门，却见许妍正在厨房忙碌，精心准备着许多饭菜。他心中好奇，忍不住询问今日家中是否有其他客人。然而许妍并未多做回应，自顾自地将沈浩辰的资料发给沈浩明。沈浩明心中却泛起了别样的涟漪，他误以为许妍家中藏着其他男人，顿时心生疑虑。为了探寻真相，沈浩明灵机一动，借口要修理家中的路由器。他在许妍家中四处走动，看似专注地修理着，实则目光在各个角落扫视。修好路由器后，他又以测试信号为由，在许妍家中展开了一番地毯式搜索。他先是小心翼翼地打开许妍房间的衣柜，接着又蹲下身子查看床底下的情况，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藏人的角落。然而即便他将整个家中都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有发现任何其他人的踪迹。找什么呢？此时许妍准备送客，可就在他即将开口之际，沈浩明突然瞥见了沙发上放着的准备更换的窗帘。这窗帘我可以自己换。没事，我帮你换。
女生登高很辛苦，很危险。真的不用你帮我，我来吧。于是便开始帮许妍换窗帘，这一换便是好几个小时。窗外的天色从明亮逐渐转为昏暗，夜幕悄然降临。沈浩明看着满桌丰盛的菜肴，心中涌起一股想要留下的念头。他想着能品尝到许妍亲手做的饭菜，可许妍却毫不留情地拒绝了他，明确表示让他先回去。就在沈浩明无奈准备离开的时候，门铃突然响了起来。终于来了。你说什么？我说客人来了。沈浩明心中一紧，目光紧紧盯着门口，满心期待着看到那个让他嫉妒的人。然而当门打开后，出现在眼前的却是乔林和当时严一方的2位小伙伴。沈浩明瞬间换了一副面孔，俨然一副家中男主人的姿态，热情地招呼着他们进屋。可此时乔林从许妍口中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心中对沈浩明的行为颇为不满，决定好好教育他一番。大家围坐在一起，开始以各种方式阴阳怪气地调侃沈浩明。该死，前任怎么又给我发信息啊？这烦死了，烦死了！有些男人吧就是这样，人家全心全意爱着他的时候呢，他不当回事儿；等别人不爱了，他倒是放不下了。你们说这种男人是不是有病？面对众人的嘲讽，沈浩明却丝毫没有感到尴尬。他从军师于一鸣那里学来了厚脸皮的秘诀，坚信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他不仅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起公司旗下有一个商场即将开业，邀请大家前去购物，所有费用他全部免单，还安排秘书一同前往为大家提供服务。沈浩明的这一招超能力果然奏效，很快就赢得了2位小伙伴的好感。那要形容沈总的话，就是平易近人，自信有爱，两眼独绝，公子无双。许妍见状走上前来，提醒沈浩明回家准备明天关于沈浩辰学校的事情。沈浩明见目的已达成一部分，便顺势离开了许妍家。然而沈浩明并没有真的回家，而是又来到了酒吧，与军师于一鸣再次碰面。2人围坐在一起，开始商讨新的对策。于一鸣思索片刻，提出了 Plan B 苦肉计。第2天，陈琳按照计划来到了许妍的严一方。一见到许妍，陈琳便一脸认真地诉说起沈浩明对她的思念。她说自己多次看到沈浩明想要见到许妍，却总是因为各种原因未能如愿。即便在公司忙碌或是出差在外地的时候，沈浩明也总是深深思念着许妍，整个人长期处于悲伤的状态。本以为这样的诉说能打动许妍，让她对沈浩明心生怜悯，可许妍却只是静静地听着，脸上没有丝毫感动的神情。但我就是想知道，什么偷拍能怼得这么紧？沈浩明也挺配合的呀，还不走？哦，对不起，老板，失败了。沈浩明的苦肉计终究还是以失败告终。闲来无事的他翻起了朋友圈，不经意间许妍和蒋亮的动态映入他的眼帘。许妍和蒋亮竟同时出现在了同一个电影博物馆中，两人虽未有过多亲密举动，但同处一个画面的场景还是像一根刺，狠狠扎进了沈浩明的心。沈浩明向来是个行动派，一旦认定目标便绝不迟疑。第2天，他便雷厉风行地动用各种关系和资源，将那个电影博物馆里的所有东西都买了下来。他心中暗自盘算着，等蒋亮再次来到这里时，看到自己辛苦维持的地方突然易主，那表情一定十分精彩。蒋亮如往常一样来到博物馆，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原本熟悉的一切都被沈浩明买走了。就在他满心疑惑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沈浩明打来的。电话那头，沈浩明的声音带着几分得意与挑衅：“喂，见一面。”“好啊。”情敌见面分外眼红，两人一见面便开始了激烈的斗嘴。蒋亮率先发难，他趾高气昂地说沈浩明如今和许妍早已没了关系，而自己和许妍是合作者，这种合作关系远比沈浩明那虚无缥缈的过往要实在得多。他故意强调自己在许妍生活中的重要性，试图以此来打击沈浩明的自信。沈浩明岂会轻易认输？他立刻反驳道，自己和许妍是名正言顺的夫妻，这份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绝不允许有第三者插足。他还指出蒋亮不过是碰巧成了许妍的投资人，就算没有蒋亮，以许妍的能力和才华，也一定能取得成功。回到公司后，沈浩明从陈琳口中得知了一个重要消息：巴莱金先生为了能与沈浩明的公司达成合作，打算对沈浩明的公司展开为期3个月的细致考察。这让沈浩明意识到自己与许妍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随后，沈浩明吩咐陈琳将电影博物馆里的东西全都丢进仓库，又让人帮忙买一些化妆品回来。傍晚时分，他径直找到了乔琳。在乔琳面前，沈浩明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回忆起那天去离婚的场景，当时他内心充满了恐惧，第一次害怕面对一件事情。他如今已经不想失去许妍，他原以为可以用各种物质条件留住许妍，却没想到许妍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净身出户。乔琳听后面露难色，他表示自己不好介入他们2人之间复杂的关系。沈浩明见状，话锋一转，提到了于一鸣。一听到于一鸣的名字，乔琳瞬间来了精神。沈浩明告诉他，于一鸣目前状态很差，整天都在想着如何才能让乔琳不再生气。我是真没想到
你能跟云烟待在一块儿吗？像那个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二互相帮忙，看在你这么用心的份上，就当是再给你一次机会吧。乔林提到许岩目前工作十分辛苦，明天周六还要在公司加班，而且蒋亮也会在场。第二天，沈浩明不顾一切地来到了严一方。此时，蒋亮正在和许岩讨论工作。沈浩明的出现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但他丝毫不在意，径直走到许岩身边，开始关心起他的生活，还拿出自己精心准备的面包递给许岩。许岩有些无奈，提醒他自己正在开会。沈浩明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唐突，停了下来，但并未离开，而是选择在一旁旁听。听着蒋亮提出的一些融资建议，沈浩明心中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过了一会儿，他实在按捺不住，亲自展示起自己的能力。他首先明确表示自己完全不认可蒋亮提出的融资提议。在他看来，虽然依靠资本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严一方成为一个知名企业，但资本是贪婪的，他会在获得高额回报的同时，将严一方引向一个畸形的发展方向。长此以往，严一方很可能会被资本收购，失去自主权。沈浩明认为，要想真正让严一方长久发展下去，必须要将控制权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自己必须成为严一方真正的老板。于是他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计划，采用预售的方式，在前期通过出货回笼资金，先集中精力将严一方的 IP 建立起来，打造出独特的品牌形象和文化内涵。等 IP 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后，再开始衍生其他产品，拓展业务领域。最后一个建议，将来无论是我，或者是更高阶的人给到你建议，你可以监听，但是千万不要尽信。最终的决策是自己的判断力。妍姐出事儿了，你投资的严一方已经快被口水给淹了，虚高价格10倍之多，欺骗消费者。你必须尽快终止对那边的投资，公司不再与严一方合作，立即止损。我造谣，这外面都传开了，你到外面听听去。哼，徐总，今天就一件事儿，你啊，把真银白银拍出来，这事儿啊算完了。你这是在善意的提醒我，还是在警告我？严总，不要那么逞强嘛，你就不怕你的麻烦真的一发不可收拾吗？我们在青蓝杯的比赛资格被取消了。老师，我们已经尽最大的努力在消除这些负面的影响，可是理论还在啊，闹得沸沸扬扬，真假难辨的，你们还是请回吧。严总，我刚刚在打款的时候，发现账面上出了点问题，您看一下。联系到小董了吗？打他电话空号，微信也注销了。如果许岩知道巴莱金对沈浩明有3个月的考核期，那他对沈浩明所做的一切有什么想法呢？你说，我是不是已经很够诚意了？不会再打电话给他。圆圆接电话，有信号。圆圆接电话。谁啊？哎呦，没人叫你，我俩过来。没有人叫我，没谁。哎，好。哎呦呵，这不是我家，这是哪儿啊？这是去你家的路上啊？这不是，是有掉头。不是，你去哪儿？掉头。喂，你好。这么着急敷衍啊，徐小姐？我只想给你一个好心的提醒，他鞍前马后的帮你解决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他所做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稳住你，不让你离婚，并不是爱你。沈浩明，你不要跟我说是巧合。真的是，你以为我想吗？换作是我也不会相信这么巧合，好吗？他现在肯定误会我是那种耍心机、死缠烂打。但是我觉得啊，这招人喜欢的可以叫锲而不舍，迎难而上；这要是招人厌烦吧，他应该叫死皮赖脸、狗皮膏药。所以他没有在演戏，演了，演了。肇事行凶，欺人太甚，来人啊！
斩！是真的爱演戏啊！对不起，老板，失败了。沈浩明的苦肉计终究还是以失败告终。闲来无事的他翻起了朋友圈，不经意间，许岩和蒋亮的动态映入他的眼帘。许岩和蒋亮竟同时出现在了同一个电影博物馆中。两人虽未有过多亲密举动，但同处一个画面的场景，还是像一根刺，狠狠扎进了沈浩明的心。沈浩明向来是个行动派，一旦认定目标，便绝不迟疑。第二天，他便雷厉风行地动用各种关系和资源，将那个电影博物馆里的所有东西都买了下来。他心中暗自盘算着，等蒋亮再次来到这里时，看到自己辛苦维持的地方突然易主，那表情一定十分精彩。蒋亮如往常一样来到博物馆，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原本熟悉的一切都被沈浩明买走了。就在他满心疑惑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沈浩明打来的。电话那头，沈浩明的声音带着几分得意与挑衅：“喂，见一面。好啊。”情敌见面分外眼红，两人一见面便开始了激烈的斗嘴。蒋亮率先发难，他趾高气扬地说沈浩明如今和许岩早已没了关系，而自己和许岩是合作者，这种合作关系远比沈浩明那虚无缥缈的过往要实在得多。他故意强调自己在许岩生活中的重要性，试图以此来打击沈浩明的自信。沈浩明岂会轻易认输？他立刻反驳道，自己和许岩是名正言顺的夫妻，这份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绝不允许有第三者插足。他还指出蒋亮不过是碰巧成了许岩的投资人，就算没有蒋亮，以许岩的能力和才华，也一定能取得成功。回到公司后，沈浩明从陈琳口中得知了一个重要消息：巴莱金先生为了能与沈浩明的公司达成合作，打算对沈浩明的公司展开为期3个月的细致考察。这让沈浩明意识到自己与许岩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随后，沈浩明吩咐陈琳将电影博物馆里的东西全都丢进仓库，又让人帮忙买一些化妆品回来。傍晚时分，他径直找到了乔琳。在乔琳面前，沈浩明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回忆起那天去离婚的场景，当时他内心充满了恐惧，第一次害怕面对一件事情。他如今已经不想失去许岩，他原以为可以用各种物质条件留住许岩，却没想到许岩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净身出户。乔琳听后面露难色，他表示自己不好介入他们二人之间复杂的关系。沈浩明见状，话锋一转，提到了于一鸣。一听到于一鸣的名字，乔琳瞬间来了精神。沈浩明告诉他，于一鸣目前状态很差，整天都在想着如何才能让乔琳不再生气。我是真没想到你能跟于明待在一块儿啊！像那个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二互相帮忙，看在你这么用心的份上，就当是再给你一次机会吧。乔琳提到许岩目前工作十分辛苦，明天周六还要在公司加班，而且蒋亮也会在场。第二天，沈浩明不顾一切地来到了研一方，此时蒋亮正在和许岩讨论工作。沈浩明的出现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但他丝毫不在意，径直走到许岩身边，开始关心起他的生活，还拿出自己精心准备的面包递给许岩。许岩有些无奈，提醒他自己正在开会。沈浩明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唐突，停了下来，但并未离开，而是选择在一旁旁听。听着蒋亮提出的一些融资建议，沈浩明心中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过了一会儿，他实在按捺不住，亲自展示起自己的能力。他首先明确表示自己完全不认可蒋亮提出的融资提议。在他看来，虽然依靠资本可以在短时间内让研一方成为一个知名企业，但资本是贪婪的，他会在获得高额回报的同时，将研一方引向一个畸形的发展方向。长此以往，研一方很可能会被资本收购，失去自主权。沈浩明认为，要想真正让研一方长久发展下去，必须要将控制权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自己必须成为研一方真正的老板。于是他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计划，采用预售的方式，在前期通过出货回笼资金，先集中精力将研一方的 IP 建立起来，打造出独特的品牌形象和文化内涵。等 IP 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后，再开始衍生其他产品，拓展业务领域。最后一个建议，将来无论是我，或者是更高阶的人给到你建议，你可以监听，但是千万不要尽信。最终的决策是自己的判断力。对不起，老板，失败了。沈浩明的苦肉计终究还是以失败告终。闲来无事的他翻起了朋友圈，不经意间，许岩和蒋亮的动态映入他的眼帘。许岩和蒋亮竟同时出现在了同一个电影博物馆中。两人虽未有过多亲密举动，但同处一个画面的场景，还是像一根刺，狠狠扎进了沈浩明的心。沈浩明向来是个行动派，一旦认定目标，便绝不迟疑。第二天，他便雷厉风行地动用各种关系和资源，将那个电影博物馆里的所有东西都买了下来。他心中暗自盘算着，等蒋亮再次来到这里时，看到自己辛苦维持的地方突然易主，那表情一定十分精彩。
蒋亮如往常一样来到博物馆，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大吃一惊。原本熟悉的一切都被沈浩明买走了。就在他满心疑惑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沈浩明打来的。电话那头，沈浩明的声音带着几分得意与挑衅：“喂，见一面。”好啊！情敌见面分外眼红，两人一见面便开始了激烈的斗嘴。蒋亮率先发难，他趾高气昂地说沈浩明如今和许岩早已没了关系，而自己和许岩是合作者，这种合作关系远比沈浩明那虚无缥缈的过往要实在的多。他故意强调自己在许岩生活中的重要性，试图以此来打击沈浩明的自信。沈浩明岂会轻易认输？他立刻反驳道：“自己和许岩是名正言顺的夫妻，这份关系是受法律保护的，绝不允许有第三者插足。”他还指出蒋亮不过是碰巧成了许岩的投资人，就算没有蒋亮，以许岩的能力和才华，也一定能取得成功。回到公司后，沈浩明从陈琳口中得知了一个重要消息：巴莱金先生为了能与沈浩明的公司达成合作，打算对沈浩明的公司展开为期3个月的细致考察。这让沈浩明意识到自己与许岩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随后，沈浩明吩咐陈琳将电影博物馆里的东西全都丢进仓库，又让人帮忙买一些化妆品回来。傍晚时分，他径直找到了乔琳，在乔琳面前，沈浩明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回忆起那天去离婚的场景，当时他内心充满了恐惧，第一次害怕面对一件事情。他如今已经不想失去许岩，他原以为可以用各种物质条件留住许岩，却没想到许岩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净身出户。乔琳听后面露难色，他表示自己不好介入他们2人之间复杂的关系。沈浩明见状，话锋一转，提到了于一鸣。一听到于一鸣的名字，乔琳瞬间来了精神。沈浩明告诉他，于一鸣目前状态很差，整天都在想着如何才能让乔琳不再生气。我是真没想到你能跟于明待在一块儿啊！像那个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二互相帮忙，看在你这么用心的份上，就当是再给你一次机会吧。乔琳提到许岩目前工作十分辛苦，明天周6还要在公司加班，而且蒋亮也会在场。第二天，沈浩明不顾一切地来到了严一方，此时蒋亮正在和许岩讨论工作。沈浩明的出现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有些尴尬，但他丝毫不在意，径直走到许岩身边，开始关心起他的生活，还拿出自己精心准备的面包递给许岩。许岩有些无奈，提醒他自己正在开会。沈浩明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有些唐突，停了下来，但并未离开，而是选择在一旁旁听。听着蒋亮提出的一些融资建议，沈浩明心中渐渐有了自己的想法。过了一会儿，他实在按捺不住，亲自展示起自己的能力。他首先明确表示自己完全不认可蒋亮提出的融资提议。在他看来，虽然依靠资本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严一方成为一个知名企业，但资本是贪婪的，他会在获得高额回报的同时，将严一方引向一个畸形的发展方向。长此以往，严一方很可能会被资本收购，失去自主权。沈浩明认为，要想真正让严一方长久发展下去，必须要将控制权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自己必须成为严一方真正的老板。于是他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计划，采用预售的方式，在前期通过出货回笼资金，先集中精力将严一方的 IP 建立起来，打造出独特的品牌形象和文化内涵。等 IP 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后，再开始衍生其他产品，拓展业务领域。